大家好啊，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《钢铁雄鹰4》啊。那么在上一集里面，德意志帝国成功战胜了经济大萧条，在这一集里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我们今天这集游戏啊。到了1938年4月8日，我们收到消息，爱尔兰的新秩序，爱尔兰已经成功推翻了旧政府，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巩固新生政权。我们德国可以在爱尔兰的3个政党里选择一个作为爱尔兰的执政党，合作组建传统派政府。在上一集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正在进行宪法改革，这些改革会增强战后的力量，同时这些国策只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进行，也就是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那么这些改革也就无法进行了。虽然我们作为改革派有必要改革德国的一切事务，但是现在战争的阴云已经越来越逼近了，因此我们有必要启动军事改革。几个世纪以来，德国的军事学说一直建立在机动、包围和歼灭的原则之上，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并改进我军的机动作战原则，建立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势不可挡的军事学说，这将使我们进一步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。到了1938年5月29日，很不幸，我们在上海的部队被日本击溃了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。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在东方获得任何利润了。紧随其后，俄罗斯驱逐驻波兰大使。由于波兰是我们的盟友，所以俄罗斯驱逐波兰大使并没有这么简单。我方传唤俄罗斯大使的尝试被拒绝了，这一行为的狂妄程度不容低估。而就在10年前，局势还未曾如此激烈公开过。时代确实变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德国和俄罗斯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。他们竟敢插手我们盟友的事务。几十年来，德意志帝国的铁路一直被几家国有公司瓜分，每家公司都保持着独立运营，使得德国的交通体系效率低下，提高了普通人的出行成本。我们将建立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，并将所有国有铁路纳入该公司之下。同时，由于这项改革属于内政改革，也会赢得党内的支持。这样我们既可以赢得党内支持，也可以改善德国的军队。今天是一个隆重的日子，自1888年先皇驾崩以来，吾皇威廉二世继承皇位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。在这50年里，德意志帝国崛起成一个世界强国，在欧洲建立了霸权，并于国内实施了巨大的改革。陛下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巨变和冲突叠加的时代，但同时也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时代。日渐衰老的德皇陛下为自己安排了一次郊游，一路上见到了各邦国的君主，而他的长子皇储殿下也逐渐担起更多的重任。民众和政府官员正在为皇储殿下的登基做准备，权力和职责的移交工作也在缓慢进行。威廉二世皇帝万岁！经过安抚保守派政客，改革公务员制度，长期以来的公务员逆反终于结束了。现在德国政府终于恢复了运作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，我们的东方西方都被敌国包围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外国敌人的错，并不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失误。宣传这种态势将促使我国军队和社会觉醒，进一步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。到了1938年10月25日，现在缅甸就成了我们的盟友，这将进一步遏制日本在亚洲的势力。长期以来，德意志帝国的陆海空三军相互独立，阻碍了他们之间的合作。我们将把他们置于统一的武装力量体系之下，并设立帝国战争办公厅作为军队的官方部门，负责国家所有的军事事务。如果想要充分了解战争，就得需要学习政治、战略甚至经济内容，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。为此，我们必须对战争学校的授课内容进行改革。完成这个国策之后，我们再发展军事学说就不会再受到惩罚。下一场战争不可避免，我们必须做好战时经济的准备。允许军队领导层绕过政府与皇帝陛下直接对话的机制将被废除，由文官政府领导的帝国战争办公厅将成为军队和政府沟通的桥梁。自17世纪以来，军事学校组成了普鲁士军官团的核心，他们从未辜负过我们的期待。但是现在这些学校应该得到扩建，以容纳更多的学生，尤其是那些来自平民阶级的。我们应该逐步向他们开放军官职位。到了1940年1月14日，军演中出现了事故，我国的2个炮兵连由于参数设置错误，误射到了法国的小村庄。据红色法兰西广播电台报道，几名法国人可能在这次事件中意外丧生。德国宪兵目前正在询问相关的军官和士官，但法国方面利用这份局势，发布了一份煽动性的声明，要求我国做出官方道歉，
如果我们拒绝，德国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。虽然我们非常不喜欢他们的这种态度，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决定送去正式道歉。正式道歉之后，法兰西公社对我们的真诚歉意仍感不满，把全部精锐云集边境，要求我们对受害者提供经济补偿。既然是我们有错在先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唯有遵从，就给他们吧。乌克兰外交部刚刚向我们发来消息，称他们的情报机构发现俄军正在大规模调动。由乌克兰情报局获得的俄国军事文件表明，俄军的计划相当精密，对乌克兰军队的部署了如指掌。这一情况令人担忧。乌克兰政府已经要求我们派出增援部队，以吓阻俄军。但如果俄罗斯人已经图穷匕见，那多派几个师其实于事无补。俄国人可不会因为我们派几个师而放弃他们的进攻计划。我们正迅速滑向另一场世界大战。到了1940年4月1日，俄罗斯人对我们宣战，战争开始了。但我觉得我们目前不能把军队撤离德法边境，否则法国人很有可能会突袭我们。因此，我们的盟友暂时只能靠他们自己了。我们已经派遣了一支由24个步兵师组成的集团军，应该可以抵御俄军一阵子。俄罗斯居然选在今天这个日子发动进攻，真的希望是一场愚人节玩笑，可惜并不是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在俄罗斯人发动进攻以后，西方的第三国际可能很快也会发动进攻。至于德意志帝国能否经受住这一场风暴呢？我们就下一集再说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个赞啊，再订个阅啊，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。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